后神祭司在席位上，看着正前方空空如也的副盟主席位，带着一丝疑惑：我们9大神祭司都到齐了，怎么还不见9大副盟主啊？要是平时的话，9大副盟主可不会这么迟都还没出现。这次的紧急会议乃是收到神令的指示，召集我们过来，而拥有神令的只有盟主大人，所以这一次的会议是盟主大人亲自主持召开。这9大副盟主竟然还赶不准时，当真是胆大妄为呀！此时，坐在风神祭司右边的鸡神祭司那道洁白的纤细小手放在自己的下巴处，呢喃道：果然是盟主大人亲自召开的会议，可不是听说盟主大人正在闭关吗？又有一位神祭司惊疑地开口问道：盟主大人可不是我们能够去议论的，他虽在闭关，可是他的强大岂能是我们能都猜疑？他的大能更是我们不能触及的存在。一道冰冷霸气的声音传开，也是令现场添加了不少磅礴的气息。而他就是9大神祭司之首的风神祭司。见到风神祭司这么一说，让的其他神祭司安静了许多，毕竟这就是来自9大神祭司之首的气势。不过这一次盟主召开紧急会议，好像与天域有关。天域看到他们不解的表情，显然是不知道天域发生的事情。你们还不知道近日天域被摧毁的消息吗？就连天域中的一丝造化之法都被磨灭，如此力量怕是已经达到非常恐怖的层次了。除了后神祭司、鸡神祭司、风神祭司之外，其余的神祭司倒是还对天域的之前不知情。天域被摧毁，这话一出，直接是将其他神祭司都给震惊了一下。他们一直都在天都中，很少去打听关于天域的事情，毕竟天都与天域基本互不干涉，各自有各自的规则之法。不过一听到天域被摧毁的事情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天域中不是有一位沉睡刚苏醒的魔神吗？怎么还被摧毁了天域？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就连天域中的那一丝造化之法都被抹灭。那么究竟是谁摧毁了天域？作为神祭司，他们有他们的职责，至于管理神奇联盟的这些事情，自然不是他们。他们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当然管理着神奇联盟高层的基本都是9大副盟主，具体的还是要等盟主大人来了就知道了。能够摧毁天域的那个人，至少都已经触及造化之法了吧？如此强大之人，究竟是谁啊？诸位神祭司都有些期待摧毁天域的那个人是何身份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9道流光冲天而降，划过虚空，直接冲入神殿之中。神殿内的气流更是犹如锋利的剑气一般，四处抛射开去，更是可以听到他们之间的碰撞之声。如此强大的气息，正是9大副盟主，他们终于是来了。只见9道流光落在了9大神祭司面对的半圆弧席位上，随着光芒的消散，9大副盟主的身影显现而出。他们皆是身高8尺，身着龙袍，衣袖飘飘，举手投足间自带恐怖的神威，强横气息如实质一般，令人望而生畏。头戴金冠，腰挂宝玉，宛若尊贵的帝王，在人群中别具一格，周身散发出超越天位神的能量，那是属于他们的道法，令所有天位神见了都要低头致敬。眼前足足有9位身影，无疑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副盟主在神奇联盟中乃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存在，所以他们的身份极其之高。9位副盟主各具特色，每一位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仿佛他们都掌握着9天玄雷的力量，拥有一种绝对的霸气。他们的容貌和衣着彰显出他们位高权重的地位，如同9尊不可逾越的神明一般，坐拥强大权力。当然，实力最强的则是坐在中间3个席位上的副盟主。左边席位的副盟主名为艾佳，身材高大，肌肉结实，狰狞的面容，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上，身上的黑色龙袍散发着森寒的气息，一股霸气逼人的气场笼罩全身。右边席位的副盟主名为秦墨，面容也是有着一丝俊美，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阴冷的气息，一身黑色别致的龙袍，宛若一尊摄人心魄的魔王，眸光闪烁，仿佛可以洞悉一切秘密，给人一种无法捉摸的感觉。最中间的副盟主名为骑士坚，他身穿一袭黑白色龙袍，头戴一顶金色王冠，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却透露出一种无可匹敌的威严，手持一根金色权杖，似乎可以支配一切，令人不敢有丝毫违逆之心，坐拥所有副盟主之首。9大副盟主终于舍得出现了，今天盟主大人亲自召开的会议，怎么都敢迟到啊？见到面对出现的9大副盟主，那位后神祭司倒是表情有微妙的变化，仿佛带着一丝敌意的语气。而他们一出现，就听到来自面对那后神祭司抛出的敌意气息，倒是让9大副盟主压制着一丝怒气。毕竟今日可是盟主大人的会议，他们可不想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感受着9大副盟主刻意压制住的怒意，后神祭司倒是微微一笑，然后并不想放过这一次的机会，继续说道：我可是听说天域之事，你们9大副盟主起初不仅没有击杀对方，更是在自己的主场上狼狈而逃啊！原本9大副盟主因为天域的事情感到羞耻，现在又当着自己的面在对方的口中说出来，这口气任谁都忍不了。该闭嘴了吧，不要以为你们都是神祭司，我们就不敢对你们动手。说话的乃是骑士坚，其副盟主。见到其副盟主带着怒意之气，后神祭司倒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做出了神情变化，眼神微眯，
一道如炬的目光仿佛能洞穿对方心理世界，待得他刚想说话时，却被风神祭司伸手阻拦了下来。只见风神祭司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道：“祈福盟主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个性啊！今日是盟主大人亲自召开的会议，我们也不必要争执这些了。毕竟我们之间争执的可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不差这一刻。”看来神器联盟果然不是非常的和谐，不管是九域天神阁，还是天域，以及现在的圣地天都中，都是有些关系不好的对手。而九大副盟主和九大神祭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皆是身为神器联盟的高层人物，各自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职责。副盟主则是管理高层以及整个神器联盟的一系列事务，至于神祭司，他们则是独立的一个特殊存在，他们的力量都是来自于天都所赐予的一股神秘力量。有传闻说，在天都中，除了盟主大人之外，在天都之上还有一位神明的存在，这位神明是九大神祭司所信奉的唯一神明。可以说，关于天都的起源，就要追溯到这位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身上了。至于天都之上的那位神明是什么身份，没有人知晓，就算是副盟主也无法得知那位神明的身份。在整个神器联盟中，能够与之接触的就只有九大神祭司以及盟主大人。从某些角度上看，九大神祭司可以不听命于盟主大人的旨意，因为他们真正追随的乃是天都之上的那一位神明。但是盟主大人与那位神明制定了某种规则的关系，有些事情也需遵守盟主的旨意，他们也必须遵守这一道所制定的规则，不然就会受到来自天都的审判。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九大副盟主会与九大神祭司有着不同两面的冲突，可能这就是原因之一。风神祭司，你也知道我们已经争论不是1天2天，那么就把你们的嘴巴放干净一点，要不是那一道规则，本座早就动手了。其副盟主一脸都不给风神祭司面子，但是对方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愤怒，毕竟身居高位的他们，心性都会比寻常的神器要高很多的，不然也不会坐在这样的位置上了。祈福盟主还真是能忍啊！风神祭司淡淡一笑，看到祈福盟主压制住爆发的怒气，他倒是很想让祈福盟主爆发出来。你说什么？在风神祭司的煽风点火之下，祈福盟主也是再也忍不住了。随后，他的周身空间突然爆发出雷霆之势，气势汹汹。他的双掌合十，掌风呼啸，他的眼神坚定无比，透露出他即将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其余的副盟主，还是对面坐着的神祭司，他们的脸色也变得紧张起来。周遭的空气似乎都被其副盟主爆发出来的强大气场所影响，变得动荡不安。紧握拳头，准备出手时，一道无形的霸气之声贯穿天地，仿佛可以轻轻松松地打断任何即将爆发的混战。我不在的一段时间里，天都变得如此没有秩序了吗？声音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直击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紧接着，一道金光划破天际，一位散发出神圣金光的身影出现在了九大副盟主以及九大神祭司中间的金色辉煌宝座上，显现出一道模糊到清晰的身影。他一袭金龙袍，头戴帝皇冠，整个身影都被神圣的气息所包围。这种气息虽不张扬，却比任何在场的人物都要强大得多。他的一出现，天都之中的规则似乎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宛若天地之间的不可思议奇迹。所有神灵见了都感到一股莫名的敬畏和敬重，俯首顿首，无法抗拒这股神圣的力量。空气中的能量开始有序的流动，四周的景色也似乎变得更加清晰，就像是天地间的无形规则能够调动所有的一切。金色宝座的周围，9条神龙盘旋在宝座上方，它们原本只是装饰，但现在却像是活了过来。龙鳞闪耀着金色的光芒，龙眼中更是透着凌厉无尽的睿智光芒。恢宏的气势让所有神灵都望而生畏。9条神龙的气息与宝座上那道身影的气息交织，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让所有在场的人物都感到一股无形的绝对压迫感。那道身影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高层人物，冷冽的眼神透露出一种无情的统治力量，仿佛能洞穿一切虚伪，直达真相的恐怖气势。他的出现让原本即将爆发的冲突瞬间平息，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在场的所有高层人物，没有谁能够忽视这样的一个大存在。在这道大存在的身影面前，不管是9大副盟主还是9大神祭司，都感到了一股来自心底的敬畏，仿佛只要他一开口，整个天都世界都将会为之而改变。他是整个神器联盟中拥有最高权力与绝对实力的荣耀象征，也正是那位神龙不见神尾的神器联盟。盟主大人，他淡淡的扫了一眼众高层人物，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在辉煌的金色宝座上，感受着四周空间的微妙变化。那是实力只有达到了大道极限后才会触及造化的一丝规则门槛。恭迎盟主大人。恭迎盟主大人。9大副盟主以及9大神祭司等高层人物皆是异口同声的拱手无比的恭敬道，因为眼前出现的人就是神器联盟的最高权力者，能够与之比肩盟主的也就只有天都之上的那一位神明了。待得片刻之后，盟主才缓缓地发出一道威严凛然的声音：今日召集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在神殿中争执的，而是商讨解决问题的，明白吗？感受到盟主大人所释放出来的恐怖气息，9大副盟主立马变得无比安静，不敢说话，也包括9大神祭司。虽然他们追随的是天都之上的那位神明，但规则还是要遵守。
属下明白，刚刚是我没克制住，下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刚刚还准备暴走的欺负盟主，在见到盟主大人后，瞬间变得无比的听话，根本就没有了刚刚那道雷霆的霸道之势。不过让他们有些诧异的是，距离盟主大人出关的日子可不是今日，为合体早了这么多时间。或许是他们的想法逃不过盟主的那一双可以看穿一切的眼睛，然后解释道：我的主身还没真正的出关，只是在我闭关的时间里，神奇联盟竟然发生了这样的重大事情，天域被摧毁，这让我都始料未及，导致了大计划受到影响，所以我必须抽出3道之一前来。今日紧急召集大家过来，就是一起商讨这一次的变故。